俄罗斯国防军从2翼后撤，瓦格纳的处境不妙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作战的主力之一，表现亮眼的瓦格纳雇佣兵，在宣布从巴赫穆特撤出之后，又与俄罗斯国防部达成了谅解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普里格任在5月9日俄罗斯红场阅兵之后，仍在坚守阵地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紧接着传来2个对瓦格纳不利的消息：一是俄罗斯国防军的72旅和火炬雇佣兵后撤，瓦格纳的撤役暴露，雇佣兵为此付出了阵亡500人的代价；二是英国准备正式对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实施禁令，并将其列为恐怖组织。关于第一个坏消息，证明我们事前对俄罗斯国防军和瓦格纳矛盾的判断，也就是双方面和心不和，而且俄罗斯国防部有的是办法来坑瓦格纳。过去巴赫穆特战场几乎全部都是瓦格纳负责的，后来由于雇佣兵的伤亡人数过多，兵力衰竭，出现了要求俄罗斯军队其他部门保护其撤役的情况。而这次普里格任光是骂拿不到弹药已经不管用了，他还要辱骂其他后撤的军队。普里格任说，我们收到了战斗命令，据说从阵地撤退被视为叛国罪，如果没有弹药，我们将撤出我们的阵地。因为72旅损失了3平方公里，而我们损失了大约500人。由于72旅放弃的是一个战略据点，因此他们的后撤影响非常严重。普里格任最新发表的视频声称，巴赫穆特目前的情况更加被动，包括乌克兰军队已经限制了瓦格纳向斯拉维扬斯克公路移动的趋势，正规军后撤了，乌军呢已经占领了撤役高地。从这里出发，巴赫穆特就有可能落入乌军的掌握之中。乌军进入贝尔霍夫卡后，对巴赫穆特将会逐步形成包围的态势。普里格任还强调，瓦格纳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弹药，而国防部呢在故意减少雇佣兵的数量。现在只剩下20多座建筑物就可以攻占的巴赫穆特已经显得毫无价值。这一切都意味着瓦格纳碰到了几大困境。其一，如果瓦格纳擅自从阵地撤出，会被视为叛国罪。其二，虽然与俄罗斯国防部就武器供应达成了协议，但是瓦格纳并没有拿到弹药。第三，俄罗斯正规军似乎在放弃对瓦格纳的撤役保护。如果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看，就不难发现，俄罗斯国内似乎有人想要瓦格纳雇佣军全部死在战场上，这或许就是这支私人武装的最好出路。毕竟这样的结局还能得到俄罗斯民众的尊重和荣誉。所以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，反而进一步被激化，而这也预示着普里格任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。俗话说，祸不单行，如果瓦格纳从乌克兰战场上撤出，那么他们在非洲可能也很难混下去。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爆料，英国准备正式对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实施禁令，将其列为恐怖组织。经过2个月的法律诉讼，英国对瓦格纳组织实施禁令已经迫在眉睫。这个禁令可能会在数周内颁布。此前，西方国家大多只是把瓦格纳列为跨国犯罪组织。很多人以为英国不算什么，其实这件事只要开个头，就会有其他国家跟进。原来美国之所以还给瓦格纳留有余地，主要是在非洲的中非共和国、马里等国都离不开瓦格纳提供的安全服务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美国原来是因为害怕影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，而拒绝将瓦格纳列为恐怖组织。那现在看，英国人这么一整，瓦格纳被列为恐怖组织已经成为了大趋势。瓦格纳原来是俄罗斯输出安全战略的主要形式之一，或者就是俄罗斯国家影响力在非洲的主要体现。一旦被西方国家集体列入恐怖组织，将在国际市场上举步维艰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而在俄罗斯国内，由于瓦格纳得罪了俄罗斯国防部，普里格任的低情商最终让他自己与俄罗斯官僚体制格格不入。瓦格纳原本应该是国际雇佣兵市场上的一张名片，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未来他们有可能在国内国外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
那么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？恐怕普里格任要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